风水术认为，一个政权的兴衰与一定的地气有关，这就是所谓的王气说。某个人要当上君王了，他的住宅及其祖坟上会出现异象王气，预示着他的爆发。如果有人破坏王气，他也就当不成君王了。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相信这一套。秦始皇当政时，赋役繁重，民不聊生，他自感政权不稳，害怕有人会颠覆秦帝国。传说秦始皇东游到了江苏龙目湖，发现湖中有天子气，勃然大怒，命令赭衣图凿湖中的长土缸，决断其气。从此龙目湖一带就被人称为丹徒，这就是江苏丹徒县名称的由来。平陈后录记载，唐朝有个自号太白山人的院士向荆州刺史崔瑶峰报告，说荆州北牛山有王气。当时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建立了大齐政权，年号金统。太白山人说，只要决破牛山，黄巢就会自败。崔瑶峰大喜，与州县诸官商量，派遣几个县的上万民工挖牛山，挖了1个多月，挖出了一个石桶，桶中有一头黄兽和一把剑。崔瑶峰将此事报告给唐僖宗，僖宗封他为检校司徒、博陵侯。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这些例子说明风水师是如何极力讨好封建统治者。由于风水把王朝的兴衰与地气的好坏联系在一起，以致历代统治者在兴都立国时无不重视风水的作用。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纯粹是出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，当时并没有考虑风水的作用，是个在自然优选的基础上生成的枢纽性城市。虽然它的某些选址特征与风水聚落的选址有一定的贸然暗合之处，然而后世文人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，对北京城的风水大加赞赏。元代蒙古族巴图南为了劝忽必烈南下，极力赞誉北京的地势。幽燕之地，龙盘虎踞，形势雄伟，南控江淮，北连朔漠，且天子必居中，以受四方朝觐。忽必烈果然迁都北京。元代诗人陶宗仪在《南村辍耕录》中对北京的宏观形势做有类似的描述：右拥太行，左注沧海，俯中原，正南面，枕居庸，遍朔方。明初，朱元璋攻下北平，问大臣可否在此建都。翰林修撰鲍平及臣僚们说：吾主起自大漠，立国在燕，即是100年地气已尽，南京兴旺之地，不必改图。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取得皇位后，臣僚们知他有意留在北京，于是又上书说：夫为北京圣上龙兴之地，北枕居庸，西至太行，东连山海，俯视中原，
沃野千里，山川形势，足以控制四夷，治天下，成帝王万世之都也。明万历年间编修的《顺天府志》也肯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形势。燕环沧海以为池，拥太行以为险。朕居庸面居中以治外，今何计而举重以御轻？东西共岛来万国之朝宗，西北诸关壮九边之治迭。万年强裕，百世治安。南京城的形势在历史上也颇受推崇。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很重视风水，有刘基等人相弟，精心营建而成。上乃命刘基等补地定，作新宫于中山之阳，在旧城东北厦门之外2里许，故增筑新城。东北近中山之址，沿亘周回凡50余里，规制雄壮，尽居山川盛焉。清代顾炎武等名士认为，天下为都者，莫过于北京、南京2地。其著作《日下旧闻考》引杨文敏集说，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，可为京都者，莫于金陵。至若地势宽厚，关塞险固，总扼中原之一旷者，又莫过燕蓟。虽云长安崤函之固，洛邑为天下之中，要知帝王都会，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，莫金陵燕蓟若也。风水理论有个主要观点，就是天人合一。自从注入了天人合一思想后，风水就围绕着王朝统治进行。五行中央的土代表了君主，黄色也成了御用之色。为了说明上天垂象，把天象也套了下来。中央当然是紫微宫，中心就是紫微星，而皇帝当然就是紫微星下凡的地上代表。天上的星斗都围着紫微星转。也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参与，风水学说在中国流行1000年而不衰。